好欺负。武盟的规矩你也敢硬闯我的地盘？违规武才，修炼禁术，残害低阶武修。今日我便替武盟清理门户，束手就擒，可留你一条活路。给我上！混头执法者，为什么？我们并肩作战这么多年，你竟然……能给我的好处比武盟那点微薄的俸禄多得多。跟着你，永远只能做个不起眼的执法者。办系统绑定成功。当前境界低阶武徒绑定奖励：前世禁忌感悟保留，新手礼包1份，还保留着前世的禁忌感悟。这一世，我定要让你们付出代价。好，请问有什么事吗？你好，我是今天来报道的新人，刚从武修学院毕业。你拿着这个去3楼人生实时团给你安排后续的导师分配。好的，谢谢。武修学院毕业暂时分配生是紧张，尤其是执法队需要新鲜血液。我给你安排一位经验丰富的导师带带你，跟着导师学习，尽快适应工作。资质不错，你经验丰富，就由你带他吧，让他现在过去找你报到。执法队队长是分部里的高阶武师，擅长刑侦。谢谢王执事，我这就过去。高阶武师，这一世我不仅要复仇，还要重拾武修巅峰，守护好这一世的安稳，绝不能再重蹈覆辙。卢队您好，我是王执事安排来跟着您学习的新人。刚毕业，武修学院的理论知识未必能应对实际的执法案件。我来考你几个案例，看看你的底子怎么样。第一个，密闭修炼室中，一名中阶武徒被发现重伤昏迷，体内禁气紊乱，修炼室门窗完好，无外力破坏痕迹，推测是什么情况？第二个，2名武修先后遇害，伤口看似出自同一人之手，但禁气波动却截然不同，是什么原因？第三个，2名低阶武修看似毫无关联，却先后修炼禁术，背后可能有什么隐情？但不排除被人用隐蔽的禁气攻击，比如针类武器淬毒，这类攻击痕迹隐蔽，不易被发现，应该是交换作案。2名凶手互相模仿对方的攻击方式，但自身禁气特性无法完全掩盖，所以会出现禁气波动不同的情况。可能是被人胁迫，或者有一个隐藏的组织在暗中诱导低阶武修修炼禁术，以此获取利益。不错，分析得很到位，比我想象中强多了。看来你在武修学院的时候很用心。从今天起，你就跟着我，先熟悉一下执法的流程。我一定好好努力。队长，新警情，报案住户是刘强，疑似受害者江宇。队长，出事了！人紧急集合！高马尾女队员、寸头男队员联系武盟法医，让他们尽快赶到现场。短发新人。注意，集合！
不过是个刚毕业的新人，凭什么一进来就能得到重视，还能跟着去现场？真是出风头。走吧，现场情况不明，注意保护好自己，不要擅自行动。有什么发现，及时告诉我。明白，队长。所有人注意，此次前往新月公寓处理异常案件，全程遵守现场纪律。实习队员每人带好密封能量收集袋，不许擅自触碰现场任何物品，明白吗？这些袋子有脸书在吗？他们在不对劲。黑发少年，咱们带这个能量收集袋干嘛？队长既然要求，照做就好，别多问。队长，这次带这么多实习队员，而且看这阵仗，估计是命案。他们都是第一次接触这种涉及异常的案件，万一乱了阵脚，破坏了现场能量痕迹，就麻烦了。这是总执法部杨主管的命令，让他们早点接触实战，才能快速成长。放心，有我们在，不会出大问题。行动开始，所有人退后。警戒装置就位，能量袋启动。队员在楼下等候，不准擅自上楼。寸头壮汉，带几名核心队员跟我上去，穿戴好能量防护装备。啊！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情况，居然要穿戴防护装备，难道有高阶武道者作案？白衣女一，你可来了，里面情况有点复杂，麻烦你了。带我上去。女一，听说她是总执法部特意调过来的，中阶武医，能通过伤口痕迹。都看好了，只许看，任何风破坏。尤其是墙壁和地面的能量残留，这是找到凶手的关键。不错，遇事沉稳，这才是武道执法队员该有的样子。队长，死者身份确认，初步检测。知道了，把报案人带上来。你就是报案人，说说看你是怎么发现死者的。我是他的邻居，住在809室。昨晚半夜，我听到他房间里有呼救声，我胆子小，不敢过来。我感觉不对，就联系了你们武道执法队。你确定？昨晚淋浴头一直开着，水流声很大，以普通人的听力根本听不到房间里的呼救声，更何况是隔着一道墙。你看清楚那个人影的样子了吗？有没有感觉到能量波动？没有，太黑了，我只看到一个模糊的身影，速度很快，没感觉到什么能量波动，可能是我太害怕没注意。对，带他下去做详细笔录，不要放过任何细节。同志，我跟这件事没关系啊，我就是个房东，付了1年的否的房子，付明这个房租他得罪了什么人，更不知道什么武道者，你们可别冤枉我。别紧张，我们只是向你了解一些情况，配合我们调查就好。你说说，他平时的作息怎么样？有没有带外人回家？小区里有没有能量监测设备？他平时上班挺规律的，很少带外人回家，偶尔有几个朋友过来，也是普通年轻人，看着不像武道者。队长，他一个实习队员，万一破坏了门窗上的痕迹怎么办？放心，他的感知力很强，让他试试，或许能有意外发现。队长，套房所有门窗都完好无损，没有撬动痕迹，也没有能量冲击的痕迹，说明凶手是通过钥匙进入房间的。是正在洗澡，按普通人的习惯也会给外人开门，所以可以排除熟人开门的可能。凶手要么拿到了死者的钥匙，要么有办法复制钥匙。
说得很好，推理很合理。安排队员仔细盘问卷发中年女的作息和出入情况，重点问她有没有给过别人钥匙，或者有没有人问她借过钥匙。控制住。收到。伤口规整，凶手出手干脆利落，应该是有一定实战经验的武道者。好，继续证据线索，你跟我再仔细检查一遍现场。男人，现场未发现完整指纹和脚印，门窗完好无撬动时，屋内财物的失语。技术组正在排查卧室电脑，溯源死者近期联系人及消费记录，探查完成。上法医，初步尸检结果怎么样？死亡时间初步判定为昨晚9点半左右，浴室是第一案发现场。死者无被侵犯痕迹，头部有独特致命伤口，伤口处有明显的力量系异能冲击痕迹，是钝器造成的穿孔性骨折空洞，暂无法确定凶器。白衣女法医，能再说说伤口细节吗？比如空洞的形状、边缘痕迹，有没有异能能量残留的特殊性？有明显的钝器撞击痕迹。异能能量残留杂乱，说明凶手异能控制不稳定。你有什么想法？我推测凶器是特制的八角重锤，这种锤子多在异能化工厂用于设备检修，只有化工厂工人或曾人知者能轻易获取。这种穿孔性伤口，凶手臂力惊人，且结合异能残留，大概率是男性。另外，现场虽无明显侵犯痕迹，但我感知到死者体表有微弱的异常触碰痕迹，推测凶手可能有生理缺陷，无法实施正常侵犯，进而选择建议进一步检测死者口腔 DNA， 大概率能找到凶手残留痕迹。正准备安排进一步检验，你的思路很清晰。证据不足以排除，需进一步核实。不是他。新床有明显的甲醛味，说明进家具安装工进入过住所。凶手能悄无声息进入，又能轻易获取钝器，结合异能残楼和凶器推测，立刻安排技术组重点排查死者网购记录，务必找到安装工信息。说说看，你怎么确定凶手是家具安装工？仅凭一张新床？这张床是定制款，体积庞大，必须由专业安装工搬运安装。近3天内必然有安装工进入死者住所，而且安装工在安装过程中有充足的时间观察死者的生活习惯，甚至获取住所钥匙。死者近期确实有二手家具处理记录，买新床并不稀奇，但需款床的安装工，我查了这个床的品牌，没有江城城区的线下直营店。死者的网购订单，联系厂家就能获取安装工的姓名、联系方式和服务记录。长风一男人，江城的家具安装工数量不少，就算找到厂家，筛查范围还是太大了，会不会耽误时间？不用怕麻烦，黑发少年的思路是对的。技术组加快速度，务必尽快联系厂家，确认安装工信息。好准备，一旦确认身份，立刻出发抓捕。你查到了，安装工叫石立，前几年在城郊异能化工厂工作过，辞职后从事家具安装，住址在城郊青罗湾出租房区，联系方式也找到了。全体集合，前往是立农角落区，务必小心，避免正面冲突。别跑了，我们是江城异能管理局的，跟我们走一趟。你们别过来，我没做什么坏事。
没做坏事。我们在你的住所找到的死者手机，还有带血迹的八角重锤，你怎么解释？啊！还敢反抗！灰夹克壮汉，你涉嫌故意杀人、猥亵尸体，外加持械袭扰异能管理人员，罪名成立。跟我们走！灰工装男，如实交代你的罪行，抗拒从严，坦白从宽。我认罪。我以前是成交异能化工厂的工人，也是一阶力量系异能者。后来因为异能失控，导致生理缺陷，被工厂辞退，只能靠家具安装谋生。我去给一个女人安装新床，看到她长得漂亮，就产生了邪念。之后，我趁她去厕所，偷偷用橡皮泥印了她家门锁的模子。周天我再来调试。我就打听好了，她周六晚上会洗澡，家里只有她一个人。所以你周六晚上用配好的钥匙闯入了他的住所。发现我偷看，大喊大叫，我怕被别人发现，就慌了神。想起车上有一把检修用的八角重锤，就拿起来砸了他的头。我因为生理缺陷，不能对他做什么，就清理了现场的痕迹，把他的手机拿走了。想等风头过了，就离开江城。没想到你们这么快就找到我了。恭喜宿主成功协助破获异常命案，获得奖励：等级提升、技能解锁、道具解锁。当前分析时长15秒。恭喜宿主服用增力丸，力量临时提升至1阶，解锁系统商店。系统商店已解锁，宿主可随时查看兑换道具。这次多亏了你，一个实习生能有这么强的推演能力。错，谢谢卢队，都是我应该做的。第一幕，命案突发，转正喜讯。啊，姑娘，你醒醒啊！死人了，死人了！哈哈哈哈哈！你实习也有3个月了，适应的怎么样？异能运用和现场处技有没有觉得吃力？队长，我一切都顺利，感知异能也能熟练运用，现场处置的技巧也在跟着队员们学习，没有吃力的地方。经总部和队里，谢谢队长，我一定不会辜负队里的信任，好好完成每一项任务。这都是你自己努力得来的。你的异能理论考核和异能兵器适配考核都一总文件下来，你就可以去领取属于你的异能短刃，也多了一份保障。太好了，谢谢队长，我一直盼着能有自己的异能兵器。转正之后，责任也更重了，在做好自己本职工作，提升自身异能的同时，多带带我队里其他的实习队员。
帮他们快速成长。请队长放心，我一定做到。咱们这一批习，你可是第一个提前转正的，不愧是异能学院的尖子生。妈，听说你上次处置低阶异能者暴动，仅凭感知异能就找到了隐藏的异能源。大家过奖了，我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。邻里重逢，命案召唤。恭喜你提前转正啊！必须请客吃饭。就请你吃你最爱的异能餐厅。那不是白衣冷面女吗？她怎么来了？是啊，白衣法医的精神系异能太厉害了，就是不爱说话，咱们都不敢跟她搭话。找黑衣短发男。找你的呢，快去快去！冰山美人居然主动找你，太让人羡慕了。尚法医，你找我？刚好到附近，听说你转正了，中午一起去食堂吃个饭，就当是祝贺。好啊，麻烦你了。他们俩终于在一起了，看他们走在一起好般配，终于修成正果了。哟，白衣女，今天怎么带小伙子一起来食堂吃饭？小姑娘，这是你男朋友啊？他是队里新转正的队员，我就是请他吃个饭，祝贺他转正。恭喜你提前转正，卢队长和总部领导都很看好你，以后好好努力，肯定能有大发展。谢谢你，我会努力的。以后有不懂的地方还要向你请教。你怎么知道我住在锦绣园？咱们居然是邻居，还在同一个队里工作。是啊，太有缘分了，以后邻里之间还要互相照应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我马上带黑衣短发男过去。能命案，卢队长让我通知你，跟我一起去现场。死者是一名年轻女性异能者，现场情况不明。我们快走。现场勘查，异能追踪。队长，徐帆报道，随时准备执行任务。来了就好，死者在里面。白衣盘发女，你先去做初步尸检。年，你用感知异能勘察现场，看看有没有残留的异能波动，排查线索。尚有微弱的低阶精神系异能残留。那边的高楼就是梅，就是那里。为什么带我来？因为那里有答案。是的，那里就是梅花叶林小区，里面大多是异能者居住。小区位置偏僻，异能波动不稳定，配套也旧，房价还高，所以入住率很低，平时没多少人来往。来往的人少，不利于排查线索。那小区附近的监控呢？有没有拍到可疑人员？小区附近的监控前阵子被一场异能波动干扰，损坏了，一直在等待维修，目前无法调取监控录像。结果出来了，死者死亡时间大概在左，死因是被人徒手掐死的。被徒手掐死的。徒手掐死，凶手的力量不小，难道是高阶力量系异能者？不止如此，死者身上有多处擦伤和皮下出血，下体有撕裂伤，生前曾遭到侵犯。另外，我在死者身上弱，应该是凶手残留下来的，需要带回队里，用专业仪器进一步检测，才能确定具体的异能属性。情况：死者是低阶精神系异能者，凶什么反抗能力是谋财害命。队长，我觉得不是谋财害命，这异能没有在现场发现拖拽痕迹，死者身上的运动衣很整洁，没有打斗造成的严重破损，说明他是自行进入卫生间的，应该和凶手认识，没有防备。
凶手能徒手掐断死者的舌骨，不仅力量大，而且指力惊人。大概异能者根本低阶一些异能晶体下手，可能是因为某种毛。你分析的有道理，看来凶手和死者之间一定有某种关联。你尽快把尸体带回队里，做进一步尸检，提取更多线索。队长，排查有结果了。死者名叫秦红慧，确实是梅花燕林小区一栋105室住户，是名网络娱乐主播，自身有低阶武者体质，平时有夜跑习惯。他母亲张慧丽已经在来的路上，准备确认遗体。短发执法者，你怎么看后续排查方向？凶手能在夜跑途中控制住一名低阶武者，自身现场痕迹推测凶手是25到35岁男性，高大，经常锻炼，也有夜跑习惯。目标应在外围路线活动，而且大概率认识亲密接近，避免引发他的警惕和反抗。所有人听令，重点排查梅花叶林小区及周边夜跑路线，按照黑衣短发青年说的特征筛选符合的中低阶武者，逐一核实身份和案发时段的行踪，务必不留油溜。嘿，收到，前进！各位，这就是现场还原。现在汇报各自进展。从入口开始，凶手留下痕迹。现场在小区附近的景观步道公厕内。根据现场能量残留和痕迹判断，凶手从背后用武者内劲勒压其颈部。今早景观区的清洁人员发现遗体后，第一时间向武协上报。但有微弱打斗很迅速，且实力没有碾压死者。我们已经排查了秦红慧的社交圈，她平时交际很少，而且她的社交圈里没有符合25到35岁中阶武者、高大长锻炼条件的男性。新的排查方向，景观步道的工作人员熟悉周边环境，可能接触过夜跑受害者。受害者是网络主播，建议排查有武者实力，曾在线下接触过突破口。流浪武者，部分流浪武者实力普，因冲动作案，而且他们流动性强，容易隐藏行踪。建议都合理，稍后安排分工。你在现场勘查时有没有发现什么异常？麻烦把第2张和第6张照片调出来，我想确认一下拍摄时间。徐队，第2张是中午初步勘查时拍的，第6张是下午复勘时拍的。所有人停下手头工作，照片上的目标已确认，危险级别最高，立即启动应急方案，准备撤离。是，队长。第2张照片里，这面墙上没有任何异物，但第6人员里每天都会打扫，这种是密闭公厕，清洁过立刻留下来。凶手在案发后重新返回过现场。没错，确实是新增的烟灰，我居然没注意到。劲装男，你太细心了。重回现场，大姆是作案后内心的满足感，回来回味作案过程，了解我们的勘查进度，掌握案件走向。要么是有遗漏的证据回来掩盖。更关键的是，凶手敢在我们勘查后重回现场，说明他极度自信。甚至可能是在嘲讽我们的勘查能力。从他勒压死者的手法来看，干净利落，不像是初次作案，大概率是惯犯，有丰富的作案经验，甚至可能有多次作案前科，存在再度作案的风险。全体注意！是，队长。准备就绪。我来安排分工。是。2组排查步道工作人员和周边流浪武者，4组梳理死者网络关系，其余人跟我一起重返现场复勘。明白。
慢点，保持队形。就是这块烟灰，看看能不能提取到凶手的能量残留或指纹。能看出什么吗？这种烟灰是高阶武者常抽的云顶烟，价格昂贵，说明凶手经济条件较好，而且有一定的社会地位。另外，烟灰上没有明显的指纹，凶手应该是戴了手套或者用内劲，提取难度较大。凶手能精准诱骗死者，大概率对死者的生活习惯非常了解。我们去他家里看看，或许能找到一些线索，比如有没有近接触过的可疑人员痕迹。哦，去梅花叶林小区。节哀顺变。我明白。张女士您好，我们是江城武协执法队的，我是卢明，这位是徐帆。我们想进去看看红慧的房间，了解一下他近期的凶手，还他一个公道。请进吧。红慧她平时很乖，怎么会出这种事？每天都会把房间收拾得整整齐齐。夜跑说能锻炼体质武者实力，我劝过他好几次，晚上不安全。前几天还因为我劝他闹了点小脾气，现在想想，我要是再坚持一点，说不定……你们倒杯水，你们慢慢看。队长，你看这些照片，都是那个长发女孩的照片，有直播的，有日常的。这些夜跑照片拍摄地点都在小区周边的景观步道，和案发现场在同一条路线上，说明他的夜跑路线都比较晚，说明他得实施了很不朽。说死者的身体和口腔内，只要比对上 DNA 就能锁定凶手。太好了，这就有方向了。这么快？不对劲！按照我们的推测，凶手自信且可能是惯犯，不可能这么容易被抓到。张女士，我们有紧急情况，先回去了，后续有需要再联系你。两位队长，是二组在排查流浪舞者时抓到的，名叫孙红，是个低阶舞者，智力有点低下。刚才在景观步道附近对路过的女性做不雅举动，被二组队员制服了。详细说说情况。我们从罗他寿男人身上搜出了一把管制刀具，盘问的时候，他承认自己认识秦红慧，说案发当晚在景观步道上见过他，还跟他搭过话。另外，我们已经把他的血样送去上雨梨那边，和死者指甲缝里的 DNA 进行比对了。细致审讯他案发当天的具体行踪，只要比对结果出来，确认匹配，这起案子就可以结案了。这么巧，案发当晚见过，还刚好在现场附近做不雅举动，根本不可能用内劲快速勒死一名低阶武者，而且他质地最结很近。我怀疑那个脏衣瘦男人不是真凶，他只是个巧合被抓到的替罪羊，真正的凶手还在暗处。我也觉得有疑点，先等 DNA 比对结果，同时加大审讯力度，启动一级响应。
武蒙的内镜测谎仪不会骗人，你体内的内镜波动，在提到他名字时明显紊乱。我就是喜欢看他夜跑，他身上有淡淡的内镜气息，很好看。我没杀他，真的。那天我跟着他，被他发现了，他骂我疯子，我就不敢再跟着了。我连一阶武者都不是，怎么敢杀人？冷脸青年，虽然他嘴硬，但现场提取到的气息残留，等气息鉴定报告出来，就能定案了。他不是凶手，你看他身材瘦小，右手手腕有明显的旧伤的纵距，而秦红晦暗的凶。你太疏忽了！武者凶案，首要排查的就是凶手的内镜等级和身体特征，你只看表面气息比对，忽略了核心细节，浪费了大量时间。回去写一份签字检讨，好好反思，以后多向他学习，做事严谨一点。是，队长，我知道错了。黑衣青年，跟我回办公室，有更详细的案情资料给你。死者的全部资料，他是2阶武者，主修轻身术，平时喜欢夜跑，经常去扁下观赏区附近。受害者的轻身术不算弱，能悄无声息制服他。凶手的内镜等级至少在3阶以上，而且擅长隐匿气息。另外，现场的气息残留很奇怪，有刻意压制的痕迹，不像是普通武者作案。江城最近不太平，必须紧抄抓作案凶手，避免再出人命。证据确凿，别想如何，这页记录完全不同，你逃不掉的。我们走着瞧。先吃点东西，再看也不迟。你已经熬了一整夜了，就算是3阶武者，也扛不住这么消耗内劲。我明白，谢谢。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。秦红会的人际关系很简单，没有得罪过什么人，凶手为什么要杀他？而且现场的气息，我总觉得在哪里见过。什么？玉林路附近又出命案了？是的，队长，现场很混乱。好，我们马上到。扁下观赏区附近玉林路又出了一起武者凶案，死者情况和秦红会很像。马上过去。走，去现场。韩发白衣女情况怎么样？初步检测有异常能量残留，需要时间确认。我们不能耽误。死者女性，身着运动劲装，身上有2阶武者的内劲气息。初步判断死亡时间在昨晚11点左右，骨被指劲捏碎。凶反侦的能力极强，
刻意抹去了生，很难提取到完整的气息残留。和前案的手法一模一样，凶手是同一个人。内劲压迫的力度、指劲的痕迹，甚至抹去气息的手法都完全一致，建议并案处理。好，并案处理。这个凶手太嚣张了，短短2天连续杀害2名二阶武者，简直是不把武盟执法部放在眼里。帆哥，死者身份已经确认，死者年龄外地来江城，瑜伽武者与主修柔劲，近期没有和人发生过内劲冲突，租住在附近的楼房里。你们看这里，小巷偏僻，周围没有任何气息监测设备，凶手对这一带的环境非常熟悉，特意选了这个偏僻的地方下手。这轻身术不差，按理说不会轻易走进这种偏僻小巷。我推测他可能是因为秦红会改道走了这条小巷。有道理。前一个案子发生后，附近的夜跑舞者都很警惕，改道很正常。但我总觉得不对道，也没必要选这么偏僻、没有任何防护的小巷。他一个2阶武者，不可能没有警惕心，除非……不管怎么样，先展开全面调查，重点排查死者和另一名死者的人际关系网络，寻找共同认识、符合3阶以上武者特征的人。队长。我刚才想了一下，死者会走进那条偏僻小巷，只有一种可能，他没有防备，是凶手提议让走那条小巷，这也能印证2名死者都认识凶手。这是关键进展。2名死者都认识凶手，那我们只要找到他们人际关系网的交排范围，找到凶手就不难了。吩咐下去，让警员重点排查2人的共同熟人。光排查人际关系还不够，我们再仔细看看他的房间，说不定能找到其他线索。你看这里，他记录着打印夜跑照片，而且标注了时间，就在他遇害前1天。打印夜跑照片，他为什么要打印自己的夜跑照片？难道和凶手有关？注意，立刻在卧室里寻找打印的夜跑照片，务必全部找到，不得遗漏。是。马上行动！衣柜、床下、书桌，继续搜。任何角落都别放过，抽屉里没发现，床下和箱子再查，所有人保持警惕。唉，队长，帆哥，找到了，就在这个木箱里。这几张照片是同一时间洗出来的，而且拍摄角很隐蔽，不像是有人用手机偷偷拍摄的。这么说，凶手早就盯上他了，甚至偷偷跟踪他，拍摄他的夜跑照片。没错，而且这些照片很可能就是我们找到凶手的关键线索。张老板，你再仔细想想，张鹿茸平时有没有什么异常？比如接触过异能者，或者身上有特殊气息？警官，哦不，执法大人，我真没怎么接触他，这姑娘性子软，每次交房租都很准时，平时早出晚归，也没见过她带什么奇怪的人回来，身上也没什么特别的味道，看着就和普通小姑娘一样。她有没有提过工作上的麻烦？
或者认识什么做异能相关生意的人。帮中年男回执法队做一份详细笔录，重点记录他的作息和接触人员，不要遗留任何细节。昨晚11点，异能监测网捕捉到望江西路出租屋有微弱异能波动，发现张路荣遇害，无明显打斗痕迹，异能痕迹被刻意抹去，伤口形态异常，疑点重重。根据调查，高马尾女孩有男友围裙男，开了一家特色小吃店，两人感情和睦，均为普通人类。结合之前的几起同类案件，死者之间无任何交际圈交集，且均为普通人类，案情目前陷入突破口。大家有什么思路都可以说出来。我提议扩大搜查范围，封锁望江西路周边的异能通道，排查近期出现的陌生异能者。同意，马上行。可以查一下张路荣的网络交际，看看他有没有接触过异能相关的社群，或者浏览过异能相关的非法信息。短发队员，你有什么新思路？队长，给我5分钟思考时间，我需要梳理一下现有线索。现在案情紧急，哪有时间给你浪费？有思路就说，没思路就别耽误大家时间。好，黑发青年既然要时间，就给他时间，安静等待。说，我查到你要的信息了，资料已经发到终端邮箱，里面有凶手的异能高通车的。辛苦你了。凶手找到了，就在汪金的经营着火系中阶异能者，持有异能增幅武器。看屏幕。这是实时数据吗？必须马上分析。有异常波动，扩散速度太快了。准备应对方案。确定？就凭一份资料，你就敢断定凶手是他？万一搞错了，我们岂不是打草惊蛇？的依据。队长，时间紧急，车上我再详细解释。现在必须立刻出发抓捕，晚了他就可能跑了。好，我相信你。出了事儿，我来承担后果。队员，换上便装。携带异能压制器，立刻出队！行动！目标温华路中医血斗流。两位，请问有什么需要？做线下宣传的，想问问你们店要不要做一些宣传物料，价格很优惠，问吧。不好，身份暴露了，你们根本不是做宣传的。不许动，负手接钱！不可能！你们怎么会知道我从这里逃跑？我明明已经避开了所有异能监测点。好小子，多亏你提前安排人在这里埋伏，不然就让他跑了。他根据写字楼周边的路况照片和异能波演难逃跑轨线，这都是我应该。我低估你们了。没想到你们异能执法队还有这么厉害的人，把眼镜男带回执法队，严加看管。是。老实交代，你为什么要杀害那个女人？之前几起同类案件是不是也是你做的？作案动机是什么？我凭什么告诉你？你们有本事就自己查，想让我开口没门！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，坦白从宽。你要是拒不交代，只会受到更严厉的惩罚。惩罚？
我既然敢称放，有本事你们就废了我的异能，来呀！队长，这陈喜玉太嚣张了，要不要用异能逼供？不行，异能逼供违反规定，而且容易出错。队长，让我去单独审讯他，你有把握让他开口？岂不是？他既然这么嚣张，肯定有弱点。让审讯员出来，你进去。怎么，你们治安司没人了？让你这么个毛头小子来审我？先前那几个老东西磨磨唧唧半天，不也没从我嘴里套出一个字？我不是来审你，只是陪你聊聊天。毕竟能在江城高武圈藏这么久，聊天我可没闲工夫陪你浪费时间。有本事就拿出能让我服软的东西。这2张画面。取景角度、能量成像清晰度，甚至背后支撑光影的能量晶体材质，完全一致。能做到这一点，只有2种可能：要么是同一人用同一件能量成像器拍摄，要么是2名拍摄者的能量波动完全同步。巧合而已。江城能用得起同款能量的，对了，凭这个就想栽赃我？我们用治安司专属的能量解析术处理过这道反光，手腕上佩戴的红乐公司专属能量手环都清晰可辨。而且你的5阶是中阶武师，爆发力、速度都符合凶手留下的能量残留特征。不可能！我明明已经用能量屏蔽了反光，你们怎么可能破解？你忽略了一点，张鹿荣家中留存的旧照片。选了他所有能量波动范围，很快就锁定了你。如果不是这样，你或许还能继续隐藏，甚至犯下下一起案子。既然你都知道了，还问什么？我就是要给你们治安司添堵。怎么了？添堵？你不是想给治安司添堵，你是恨治安司。你女朋友的失踪案，治安司没能破案，你就把所有怨气都撒在了无辜的人身上，对不对？是又怎么样？5年，我找遍了江城的每一个关系，可你们治安司呢？只知道敷衍我，只知道维护那些高武世家的利益，普通人的死活。我女朋友死的不明不白，所以你就滥杀无辜。朋友是被恶人所害，可你现在的所作所为和那些害死他的恶人有什么区别？所谓的报复，不过是你懦弱无能的发泄。你亲手玷污了他的清白，也毁了自己。区别从来都不可怜我，我凭什么要可怜别人？我是红乐公司的经营者，是中阶武师，那些人信任我，敬畏我，我要杀他们，易如反正都是你逼我的！废物，你不是在报复治安司，你只是在报复那个无力改变一切的自己。啊，我该走了。这就结束了吗？没有，一切都还没有结束。有些事不是你想阻止就能阻止的。小子，干得漂亮！短短1个小时就让他全盘托出，谢谢。那些关键的证据你是怎么找到的？通过一些技术手段，能量屏蔽术可不是那么好破解的。那解析技术很扎实，不仅破解了能量屏蔽，还快速筛选胜出，缩小了排查范围。不然我也不可能这么快锁定目标。主要还是你引导的好，能精准找到关键线索。许，你的表现我都看在眼里。这次案子结束，我会正式提交你的转正申请。以你的能力，完全有资格成为正式的治安员。额外奖励技能升级机会乘1，请宿主选择升级技能。
总有一天，我能破解所有悬案，也能守护好江城的安宁。怎么了？有什么问题吗？没什么，就是觉得以后能做的事更多了。灰衣短发男，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，你猜猜是什么？猜不到，我想想，应该是你的转正申请批下来了。哇，你怎么知道的？我也是刚才收到消息，还没来得及告诉你呢。猜的，毕竟你这么努力，郑老金没上，郑小正店带着给你的庆祝。你别跑，把钱包还给我，那是我给我妈治病的钱。滚什么你的钱？捡到就是我的，再拦着我，我废了你！已经有人联系附近的治安巡逻队了，可巡逻队过来还要几分钟，就怕这黄毛跑了。滚开！住手！你谁啊？少多管闲事！你涉嫌偷盗他人财物，持械袭击治安人员，现在跟我走一趟。我没有。许哥，我们来了。回巡逻点，做好笔录，后续移交治安司处理。是。你没事吧？有没有受伤？我没事，谢谢你，小伙子。要是没有你，我妈治病的钱就没了。以后小心点，看好自己的东西。灰衣斗，你也太厉害了吧！刚才那一下速度也太快了。小事而已，走吧，电影要开始了。众，这里是江城博玉会展大厦。著名艺术画政策的个人画展正在举行。本次画展初期仅对会员开放，兼具艺术价值与能量收藏价值。这就是这次的压轴作品吧？听说还没揭幕就已经有不少呢。听说竞争很激烈。是啊，这画美不仅好看，还能滋养身体。就算花高价也值得。你好，请问这幅盖着幕布的画作什么时候才能揭幕？新视媒体的记者想提前拍摄一下，做个预热报道。我是新视媒体的。抱歉，这位记者，这幅画作是本次画展的压轴作品，要等画家先生亲自前来揭幕。张先生很快就到了，您可以再稍等片刻。好的，谢谢。哎呀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雕像在发光，好神奇的气息，哇，好漂亮啊！不愧是大师的作品，这灵气凝练出和真人别无二致。听说这金雕还融入了低阶灵彩，长期摆放能滋养些，果然名不虚传。抢下第一手新闻，这次稳了。那太不可思议了，必须拍下来！之间你的表现很不错，上次破获的低阶武者盗窃灵材案，是所有清溪出潮者。队里准备安排你在新晋执法者培训会上做分享，给大家传传经验。谢谢大队长认可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，也离不开队里的培养和各位前辈的指导。
不用谦虚，你的实力和态度大家都看在眼里。经队里上报，总部批准，授予你个人3等功，荣誉证书后续会统一发放。多谢大队长，多谢总部，我一定更加努力，不辜负队里的信任。你的灵能兵器领用手续已经批下来了。请您放心，我定当慎用灵能兵器，扣活坑卡底线。去吧，去兵器库领用你的兵器。你就是卢大队长提起的徐帆，就已经是2阶武者了。射速中等，适配近距离执法，灵能转化率在70%左右，适合应对低阶违规武者。那你再看看这把，这把是改装版灵能手枪，手动保险，位居套筒左侧，需要用中阶灵晶驱动，火力持续性较好，弹夹容量比制式手枪多5。眼光很准，走，去射击训练场。先来试试10米靶，不用紧张，正常发挥就行。不错不错，基本功很扎实，精准度也很高，比很多新晋执法者强多了。张负责人，我想试试50米靶。好，我倒要看看你的实力。天才！2阶武者能在50米外3发10环，我从业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见到。下班后随时可以来训练场练枪，这里的灵能靶和弹药你随便用。记住，灵能兵器是执法的工具，不是炫耀的抓捕违规武者，守护江城安宁。请张负责人放心，我一定铭记在心。听说你那边来了个5C发10环，绝对是个难得的好苗子。1个月后有市局灵能射击比赛，你安排一下，让他代表咱们江城执法队参赛，说不定能拿个好成绩。爹，我这就跟他说，一定让他好好准备。看什么呢？这么认真。对了，室内的灵能计算机比赛准备的怎么样了？乖，没什么，看一些灵能解码的资料，结果距离顶级还有不小的差距，拿下冠军问题不大。知道你没问题，你的灵能解码技术在整个江城都是顶尖的，说是世界一流也不为过。安静一下，有紧急任务，博裕大厦发生灵能异常事件，其中寸头青年表出，总部批准他提前转正，其余实习执法者继续跟着我培训。谢谢李副队长，我一定好好表现，不辜负队里的信任。收到。暂授2阶执法者等级。时间紧迫，大家立刻整理装备，带上灵能检测仪和灵能兵器，出发前往博裕大厦案发现场。记住，邪修狡猾且危险，务必小心，听从指挥。不管是什么邪修，上车，装备就位。里面死的是张亮科，就是那个能用异能颜料作画的大师。何止啊！我刚才瞥见眼，那幅新展出的画，居然是用他的异能精血做的，太吓人了。进去看看，注意保护现场，别破坏任何异能残留。
所有人注意，把画平放，稳住，慢慢来，放轻，注意平衡。白衣法医的气质真好，明明是木系异能，却自带一种清冷感，太厉害了。你也不错，精神系异能者的纯粹都写在脸上了，比我这份清冷更难得。刚才有几个自媒体博主趁乱拍了谢能视频和视频，现在的网络上都炸了，讨论量直线飙升。麻烦了，这种涉及高武从业者的变态命案，最容易引发民众恐慌，尤其是异能者群体的不安。安排精神系异能师安抚那些受惊的参观者，避免有人出现异能紊乱。快联系各大异能社交平台，封锁现场相关的照片和视频，明白？降低影响。我的天，才这么一会儿，讨论量，他也太关注这件事儿了。评论里全是恐慌的声音，有人说凶手是高阶异能者，专门猎杀高武艺术从业者；还有人说，如果我们抓不到凶手，下一个受不了案，不仅会影响我可能执法队的公信力。跟我去卫生间，小心保护现场，不要破坏任何线索。他对画作的初步检测出来了，上面的颜色不是单纯的异能颜料，难怪刚才看着纹路像是在流动。我刚才检测到画作里的精血残留，解冻后再做尸检，看看能不能找到凶手的异能残留。大师在流浪，凶手这是在嘲讽张亮科，还是在表达自己的不满？凶手大概率也是一名高武艺术从业者，或者是对高武艺术有极致追求的人，而受害者在他眼里就是那个小丑，证明自己比受害者强。用变态型的异能凶手往往不会只做一次案，他尝到甜头后，很可能会再次出手，猎杀下一个他认为的担子。前在异能社交平台上刷到过一个视频，叫《市井仙人》，里面的人也是用异能创作，风格很偏激，还曾土战阿纪。不能放过任何一条线索。你等会儿去整理一下那个市井仙人的所有信息，包括他的异能属性、活动范围，全部排查一遍。从卫生间带回的尸块来看，切口非常平整对称，不是普通的异能攻击造成的。凶手使用了大型的异能切割机，而且异能等级不低，至少是中阶以上。目前还无法确定切割机的具体类型，想要进一步确认，还需要找到其余的尸块。他近半年在异能社交画作上变现，提升自己在高武艺术圈的地位才举办的。另外，我们查到这次会展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是死者的堂弟。立刻把张玉乐带过来，我要亲自问他。都一一说出来。我哥他才华是真的高，能用异能颜料画出有灵性的画，但脾气也是真的臭，仗着自己有点名气，得罪了不少人。
高武艺术圈里有好几个同行都被他骂过，说人家的作品是垃圾。就连我平时帮他打理会展的事，也经常被他骂得狗血淋头。他粉丝多，平时在网上也经常和网友互怼，难免会结怨。我看你一点都不伤心，你哥死了，你好像无所谓，当我好糊弄。不是大哥，我怎么可能无所谓？我和我哥就是拌嘴，兄弟之间哪有真仇？够了，我这几年全靠我哥混饭吃，他负责创作，我负责运营他的账号办会展。他要是不在了，我以后怎么办？就是不知道怎么表达。跟我扯这些没用的。我再问你，这次会展的主要负责人，除了你哥，还有谁？你老实说。没有别人，就我哥一个人负责。我就是帮忙租场地、做宣传，别的我都不管。就我哥一个人负责。你确定？外面那幅用你哥精血做的画，是谁运到追展中心来的？我想清楚再回答。撒谎的后果你承担不起。是我运过来的。3天前跟我说，他的新画作马上就要完成了，除了我之外，不准任何人碰画作，也不准千万不知道画作被换了。我以为那就是他的新作品。你最后一次见你哥是什么时候？在哪里见的？3天前，在他的工作室，玉阳路那个。他跟我说完搬画作的事，就说要闭关创作，不让任何人打扰。我这几天忙着会展的琐事，就没再联系他，也没去工作室看他。对了，我今天早上去工作室搬画作的时候，没见到我哥，他的异能终端还放在工作室的桌子上，我以为他是提前去专找，就没多想。现在想来，那时候他可能就已经出事了。现在带我们去玉阳路的工作室。我现在就带你们去，我一定配合你们调查，我配合，我一定配合，我马上就带你们去。寸头男人，你堂哥生前有没有什么仇家？队长，我堂哥你也知道，才华是真的高，脾气也是真的臭。的时候容不得半点打扰，就连我这个堂弟也经常因为会展的说话也直了许。他名气大，网络上的粉丝多，褒贬不一，私下里结怨有结怨也很正常。遇害，你看起来倒是一点都不伤心。卢队长亲兄弟还明算账呢，我和他拌嘴归拌嘴，哪能真记仇？明确，恰负责埋头堂哥，我负责运营队这些杂事。说白了，我就是靠他混饭吃。这儿了，我心里能不难受吗？只是我这人不爱把情绪挂在脸上。这次会展主要负责人到底是谁？租场地、做宣传这些外围工作，这我不清楚，应该是我堂哥安排的人吧。我再问你最后一次，别跟我撒谎！撒谎的后果你应该清楚，包庇凶手、隐瞒线索，同样要负法律责任。我说，运过来的是我堂哥特意吩咐的。这些画在揭幕这画被换了，要是知道，我怎么可能敢运过来？你最后一次见到平头壮汉的堂哥是时候？3天前，堂哥打来电话，说新画马上完成，让他把会展打理好，自己要关在工作室专心创作，不希望有人打扰。因忙着会展的琐事，也就没再联系他。早上是怎么进入他工作室的？你今天早上是怎么进入他工作室的？按照他之前的吩咐，去工作室搬那些盖着幕布的作品，准备运到进去之后，没见到他的人，只有那些画放在那里。对了，他的手机还在工作室里，我当时急着搬画，就没多想。你们两个跟我走，平头壮汉，你带路去玉阳路的工作室。
一个关于被调包的画展和失踪的画家之间的真正疑点开始浮出水面。部判断，屋内没有明显的搏斗痕迹，地没有清洗过的痕迹，这里应该不是第一案发现场。通知勘查组立即赶到玉阳路工作室，进行全面现场勘查，提取所有可能的线索。工作室的钥匙除了你，还有谁有？他负责送饭、整理工作室。把李东海的电话给我。你看这里，桌柜和橱柜里的东西有被翻动过的痕迹，但又被人刻意复原了，不仔细看很难发现。看来凶手来过这里，而且在找什么东西，只是不想被我们发现，所以刻意把现场复原了。你刚才说死者的手机还在工作室里，放在哪里了？那里。他平时总说手机容易被盗，习惯把手机放在花盆里，藏在泥土下面，不容易被发现。深色外套男找到了。应该是搜过橱柜和桌柜，想找手机或者其他的东西，但没想细还在花盆里。而且凶手应该很匆忙，没有时间仔细搜查，所以放弃了，也没发现这个隐藏的手机。有道理，凶手的目标很明确，要么是冲着某个秘密来的。先等勘查组过来，看看能不能提取到指纹、足迹之类的线索。我记得你是技术组转过来的，计算您天赋解锁这部手机的密码，里面说不定有重要的线索。解开了。奇怪，近3天张亮科只接通过1个电话，还是一个网络号码，通话时长只有2分30秒。卢队，这个网络号码没有进行实名制登记，无法查询到使用者的身份信息，也没有绑定任何个人账号。能不能试着查一下这个网络号码的 IP 地址？说不定能找到一些线索。我试试，但不能保证。和可以试试，但 IP 地址可能会被隐藏或者伪造，需要一定的时间。我尽量尽快查出来。面壮汉回分局，尤其是他和相克细节，会是他和相关才适宜。走，我们去找李东海。他是除了张玉乐之外唯一有工作室钥匙的人，而且负责给张亮科送饭，说不定知道些什么。就在刑侦队顺着钥匙和手机追向下一名关键人物时，另一条突发的血色线索也在江城区的夜色边缘出现了。稳定民众情绪，也为了震慑未知的凶手，江城分局加大了街面巡逻力度。救命！有人要杀我！
明德大道老市居民区巷子口发生持械伤人事用，我现在立即前往现场，请尽快安排支援和救护车。伤者腹部重伤，随救护车。坚持住，救护车马上就到，别睡。警察同志，他尾随我，我不认识他。他捅我的时候还说自己是市井仙人。市井仙人这个突兀出现的名字，像一枚沾血的钉子，被死死钉进了案情之中。你们先上去找他，我留在车上继续查那个网络号码的 IP 地址，有消息立即给你们打电话。好，有情况马上联系。里面的人，我们是江城分局刑侦大队的，有事想找你了解一下情况，请开门。你们怎么证明你们是警察？你是受害人的助理，负责给他送饭，对吗？这3天你为什么没有去工作室给他送饭？我被他解雇了，所以就没再去送饭。我们之前因为一些琐事吵了一架，他很生气，就让我不用再来了。什么时候被解雇的？就在3天前，他关工作室创作的前一天。这2天我一直待在家里，没有出去过。小区的监控可以证明我的清白。神乱，语速虚，回答像是提前准备好的，他在撒谎。谎言已经开了口，接下来只看谁先撑不住。你脸部抽搐，坐立难安，不是内劲紊乱，是吸了劲能散的典型症状。你胡说，我没有，我只是最近修炼差了劲儿才会这样。放开我！你们凭什么抓我？我没有藏技能散。你简直不要命！技能散静脉注射就罢了，居然还敢动脉注射！里的人立刻到明德武馆附属休息室，顺便搜查房间，重点找技能伞和注射器具。不好了，辖区的星运画室发生持械伤人事件。我知道了，我们马上过去。你先安排人保护现场，留意行凶者踪迹。区出了事儿，星运画室有画家被袭，和画案有关。你跟我去现场，这边交给队里的人。好。长风衣男人林可来了，情况怎么样？受害者没事吧？行凶者抓到了吗？受害者已送医，但凶手还在逃。去共通道。这太狡猾了，捅伤受害者后就立刻逃离。我赶到的时候只看到一个背影，没看清样貌。不过他的步伐很矫健，明显是练过武道的，内劲气息不弱。你做得很好，第一时间保护现场，送医，没有耽误事。详细说说你看到的行凶者有没有什么特征？戴着鸭舌帽，脸上戴着墨镜和口罩，把整张脸1.8米左右，身形很健壮，只能看到他的身形和步伐，其他的就没看清了。他的步伐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？比如，是不是某种特定的武道步伐？更像是经过专业训练的武道从业者。再亲自问问情况。好，跟我来。
病号少年，是你。没想到多亏你出手相助，不然我就麻烦了。认识，上次在影院有武道散修闹事，他挺身而出，虽然残疾是天生的，小时候一直梦想着能加入武道执法队，可惜体检过不了，没办法，只能靠绘画谋自媒体。没想到会遇到这种事。你的自媒体我知道，粉丝有上百万，在江城也算小有名气，很多人都喜欢你的画，都称你为绘画大师。大师就是个普通人而已。对了，警官，不，执法队的各位，行凶者自称师姐，他捅我的时候还说我不配叫绘画大师，说真正的大师只有他一个。之前几起画案，行凶者也是这样，凡是被外界认可的画家，他还会再来找我吗？我有点害怕。我们已经安排了执法队队员在病房外24小时守岗，绝对不会让他有机会伤害你，将他绳之以法，还你一个公道。你再仔细想想，行凶者有没有什么其他特征，比如声音、身形细节，或者身上有什么特别的标记，哪怕是一点点。我想想，他捅我的时候，我挣扎了一下，不小心碰到了他的左手手腕，而且别到他的左手手腕处有一串纹身，好像是某种奇异的纹路，具体是什么样子我没看太清楚。这是我的联络卡，上面有我的私人联络方式，24小时开机。如果你想起任何和行凶者有关的细节，或者遇到任何危险，立刻联系我。谢谢你们，辛苦你们了。你好好养伤，我们先回去处理案件，有消息会第一时间通知你。李东海接中，他有排斥技能伞，顶多就是个技能伞的交易者。画案影响太大了，已经引起了市民的恐慌，舆论压力很大，总局非常重视，要求我们尽快破案。今天把大家召集过来，是关于市井仙人系列画案的。市局已经下了死命令，7天之内必须抓到行凶者，破获这起系列案件，给市民一个交代。李局，各位，我以我的武道生涯担保，7天之内绝不辜负总局信任，绝不辜负市民的期望。从今天起，2队、3队无条件配合长柏制服男和黑发年轻队员的工作，调任所有子立刻上报。是，保证完成任务。短发青年，你来做案情报告，把目前掌握的所有线索都跟大家说说。各位，目前我们掌握的线索如下。站住，别忙了！我要见你们队长，快把我铐起来！我就是你们要找的一起作案者，案者！目标停下，发现异常能量，请求增援。冷静点，说清楚，你做了什么？我杀了张远科，那个抢我名气的家伙。我用我的异能把他做成了我的艺术作品，他偏厉害的艺术系异能者。你用什么杀的他？异能具体怎么操作？悲凉海湾具体是什么形态？他的异能强度比你高，你怎么做到的？我说吧。我来自首的。什么细节？我真的
带他去笔录室做详细笔录，再派人去他住处搜查，重点检查是否有异能作案痕迹。若没有任何线索，按扰乱驿馆局。放开我！你们凭什么抓我？我不会去走的！你们这群曾宗狗！高马尾女孩通宵破解那个匿名网络信号，估计累坏了。咱们先吃，等她醒了再说。维都路工作室在玉阳路，两地距离不过几百米，这么近，很利于凶手作案后转移痕迹。辛苦你了，你好好休息，补补觉。我和队长带人去维都路搜查。你们小心点儿，那个凶手能屏蔽网络信号，大概率是2阶以上异能者，而且心思缜密，别大意。队长，无人应答，门口没有异能屏蔽痕迹，但里面有微弱的能量残留。技术组开锁，注意保留现场痕迹，所有人做好警戒，凶手可能还在里面。队长，没人，但地上有微弱的血迹，被异能掩盖过，不过没清理干净。这3个人应该都是凶手的目标。眼镜男已经遇害，灰衣少年现在还活着，咱们必须尽快找到灰衣少年，保护好他。还有这第3个人，快速核查第3个人的身份，越快越好。凶手可能会对他下手。队长，查到了，第3个人叫王奇驰，著名异能杂技演员，2D 钢体强化。今天下午3点在趣味大剧院有演出。现在时间快到了，凶手很可能会在演出时下手。立刻出发，赶往趣味大剧院，一定要在凶手动手前保护好王其强。是，队长。已经过了3点，演出已经开始了，电话打不通，情况都妙。凶手既然把杂技演员列为目标，肯定会摸清他的行程。凶手大概率已经在剧院里了。我是背头队长，趣味大剧院有异能犯罪隐患，立刻派值守人员前往剧院，保护好现场观众。快走！别急！所有人听我指挥，从2边撤离，里头也退，转身撤离。请求异能医护支援。人送到时已经没有生命体征，特制异能火焰灼烧极快，伤到了要害，已经无法抢救。所有人听令，封锁剧院所有出口，排查现场所有人员，重点排查2阶以上暗火系异能者，提取现场所有异能痕迹，联系技术组，一定要抓住凶手！人员散开，封锁剧院。是。前方出口拦住人流，疏散通道，加快速度。大家冷静，从过道撤离。怎么回事？保持秩序，别推搡。江城安防队卢峰一队队长接管现场。没救了，内劲溃散，体表有灼烧痕迹，应该是瞬间遭袭，来不及反抗。死因初步判断是什么？演出过程中出的事儿。是演出的时候，王老师表演喷火技巧。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身上沾到的火就灭不了，他挣扎了几下就倒下去了。我们想上前救，都被火势逼退了。布料上有烈性助燃剂，不是演出用的常规燃料。去幕后道具仓库，所有和演出道具相关的地方都要检查。道具仓库只有我们演出团的人有钥匙，外人根本进不去。
你看这个，和之前张启科案的字迹一模一样，是同一个凶手。阴邪内劲残留很淡，说明凶手上是有痕迹。发给内镜痕检组，他们能通过脚印的深浅、尖绿推断出凶手的身高。注意观察，凶手可能还在附近。凶手身高大概1.8米，是外八角，内镜等级不低于中级，而且是潜入进来的，看来早有预谋。联系人心康养院，确认胡格是不是还在那里。凶手的目标可能不止王启强一个。胡闹！胡格擅自出院了，说是去参加城市娱乐大楼的绘画比赛，完全不顾自己是凶手的目标，简直是拿自己的命开玩笑。帮我查2个人线具体位置，一个查内镜等级，还有近期行踪，越快越好。放心吧，黑发短发少年，包在我身上，我这就查，查到立刻发给你。我的信息检索内镜，你还不放心？王多奇这本小毫无关联，纸条透着对墙给白满，拥堵着生州卫州馆。不管怎么样，先找到胡格，不能让他再出意外。技术组已经把黄图奇的初步信息发过来，30岁，中级内劲，无正当职业，半年前买下了维都路的小楼，行踪很隐蔽。绘画评选在3楼展厅，现在正在评委打分，参赛选手都在休息区等候。不过刚才好像没看到胡格先生。无法接。怎么回事？电话打不通，人也找不到，难道已经出事了？别慌，他刚出院，身体还没完全恢复，可能是去厕所了。我们去厕所看看。你知不知道你有多危险？擅自出院，还跑到这里来参加比赛，你要是再出意外，我们怎么向你家人交代？对不起，长衣男人，致富青年，我知道我错了，可是这个绘画后比赛对我来说太重要了。我开免提，尽量拖延时间，和他周旋。要是看到凶手，就咳嗽声第一，不要硬拼。好的。会议青年，好久不见，没想到你命这么大，居然还能出来参加比赛。是你捅伤了我，你想干什么？别紧张，我不会立刻杀你。我在2楼卫生间给你留了一样东西，你过来拿，1个人后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为什么要相信你？你要有本事就出来和我正面较量，躲在暗处算什么本事？你身边有人，
看来你不听我的话，既然这样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快撤！他们来了！不好，出事了！凶手挟持胡歌跳窗逃窜了，快追！立刻调动周边安防力量，在各路口设卡围堵，务必拦住他们。收到，立刻执行。站住！必须马上走！别跑！别跑！所有人加快速度，务必跟上徐帆，绝不能让凶手逃脱。一场关乎生死的追逐正式展开，而隐藏在幕后的凶手还有更多不为人知的秘密。速度极快，疑似有邪武气息加持，请求支援。收到，已接近目标，准备拦截。收到，我已带人赶往大桥，你注意安全，切勿贸然行事。你太莽撞了！对方疑似邪武武者，你孤身追击，一旦遭遇突袭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他是唯一的线索，不能让他跑了。而且我能感觉到他的邪武气息很不稳定，大概率是受伤了。等等，不要动他，把他平放在旁边的草地上，小心有诈。按短发执法员说的做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也是受害者，你凭什么铐我？这出苦肉计未免太拙劣了。我们查到你的账户在3天前向这个人转账了20万舞币，而且是一次性到账，替你扛下所有罪责吗？资助他？那你为什么要租他的房子，用他的手机给张亮科打电话，诱骗他过去，然后将他杀害分尸？你故意在现场留下黄图奇的毛发和指纹，就是为了嫁祸给他。巷子里的商人戏码也是你和黄图奇串通好的，目的就是让我们相信你是下一个被针对的目标。让我们对你放下戒心。你地下室很晚下一个目标，根部有一王七强的案子，你故意留下你加深我们对你的信任，一边暗中布置你的金蝉脱壳之计，对吧？这样定了。说吧。你的金蝉脱壳计确实算得精妙。你先迷晕黑衣商脸男，把他放进面包车里，然后假装接电话，躲进厕所，用提前录好的邪武动手的声音。你从厕所的2楼跳窗，凭借你的武力，悄无声息地回到面包车里，驾驶车辆逃窜。刚才冲桥的时候，你精确计算了撞击角度和力度，就是为了让同伙被挤压致死。而你自己只是受点轻伤，彻底脱罪，瞒天过海，逍遥法外吗？不得不说，你的推测很精彩，几乎完美还原了我的计划。证据当然有，这是我在趣味大剧院仓库里找到的脚印照片，是脚印杀害王其强时留下的。平日里刻意掩饰，所以没人注意到你是个跛子。
让你给黄图奇的转账记录，所有的疑点都指向你，你还想狡辩吗？你不用担心，没想到我精心布局了这么久，竟然因为一个小小的脚印，全盘皆输，终究还是敌不过你们武管局的法网。把他带走，移交审讯室，等候处置。老实交代，你为什么出现在那里？你以为沉默就能逃避？证据摆在这里，看着我，你的同伙是谁？你逃不掉的，趁早坦白。卢队，徐哥，他什么都不肯说，不管我们怎么问，他都不张嘴。我来试试，你们先出去吧。好，注意安全，有情况随时叫我。我不是来看你洋相的，抓你是我的本职工作。说实话，抓住你，我没有丝毫胜利的快感，反而觉得可悲。可悲？我有什么可悲的？我问你，你的杀人动机是什么？张亮科、王其强还有黄图奇，他们到底和你有什么仇怨？我没什么好说的。仇怨？我和他们没有仇怨。我只是恨青州市武管局，恨你们这些能顺利进入武管局的人。3次报考武管局，都因为我修炼过邪武，身体有暗伤而被拒绝。我明明比很多人都强，为什么他们能被当成邪武武者，被你们追杀？我嫉妒你制服黑衣男，我一样都有过人的天赋，可你们训练和杀戮来证明自己。我不甘心，我见你们眼中的邪武者比你们更厉害。你不是不甘心被拒绝，你是不甘心自己的邪武之路被阻断，不甘心自己的野心无法实现。邪武残害无辜，从来都不是因为被拒绝，而是因为你本身就心存恶念。你以为杀戮和伪装能证明自己，其实你只是被自己的欲望和嫉妒彻底吞噬了。黑衣制服青年，我能看见我输了，输得彻底。每天都看江城武协的公告，凭什么你能提前转正，能得到华斗协重点操控？哪一点比你差？武协看的是实力，是守护江城的初心，不是怨天尤人的戾气。恨武协，憎恨所有生来就拥有一切的人，就算做暗武者为证自己。所以你就残害无辜，用所谓的杀戮艺术来发泄不满。你那不是天才的证明，是懦弱的借口，把对命运的不公。而我守护江城、斩杀暗武者的路，永远不会停。太可惜了，他的灵力天赋确实出众，要是走正途，绝对是顶尖武者。偏偏聪明反被聪明误，连续作案的间隔太短，暴露了灵力波动的轨迹。友友的还好，短发青，手执念书会面。恭喜宿主成功破获连环暗武杀人案，奖励江城全域地形精通、中师级制械与拆卸技能。制械技能，
难道还懂高武武器制造？还好及时抓捕了他，不然恐怕会有更严重的灾祸。这次连环暗武案破得漂亮，武协总部高度赞扬，你们两个功不可没。经武协总部批准，授予你们二人江城武协2等功，由初级武者晋升为中级武者。因为你们提前转正，资历尚浅，暂时定为初级武者，现在恢复正常等级。另外还有武协专项奖金，算是对你们的奖励。谢谢您，多亏了您的指导和帮助。对了，短发少年，会长找你，就在他的办公室。好，我这就过去。坐吧，这段时间适应武协的生活了吗？好，半个月时间破获3起重大暗武案件，作为新人，你的表现可以说史无前例。难能可贵的是，你修为提升迅速，却不骄不躁，这才是顶尖武者该有的样子。武协有几个中层执事的职位空缺，你的天赋和能力完全有资格竞争。好好努力，你的未来不可限量。谢谢您的鼓励，我一定会继续努力，不辜负您的期望。希望能接触更多高难度的暗武案件，与更强的对手交手，提升自己的修为。有志气，回去好好准备吧。对了，黑衣少年，我已经推荐了你。足够硬棍挺，多去武协射击馆练习。有什么委屈请教张国臣，他是武协枪械管理副人。小伙子，新来的吧？看你手劲不小，以前练过武道。又是哪个调皮的小孩恶作剧？这次非要抓住你不可！自从接连破获暗武案件，江城的治安确实好了不少，暗武者也收敛了很多。下班啦！福和城新开了一家武道主题餐厅，味道特别好，我们去尝尝。吃完再去旁边的游乐城夹娃娃。听起来不错。可以啊，不过这次可别像上次一样，化妆换衣服花2个小时，让我等半天。下班我先回家换件衣服，你在武协门口等我，不许先走。下次考核再不过，看我怎么罚你。对坏了，我明明很努力了，好不好？门口那位白衣医官找你。白衣医官找我有事。晚上有空吗？想请你吃个饭，顺便谢谢你上次帮我处理异兽抓伤。有，我已经答应高马尾女孩晚上去福和广场的餐厅吃饭了。那我能一起去吗？我也很久没去福和广场了。行啊，人多更热闹。吃完我还打算带高马尾女孩去电玩城，你要是不介意，也一起。不介意，下班后我联系你。
白衣官是不是对你有意思呀？赶紧收拾东西，下班就走。就是普通的星芒项链，我觉得这个款式很适合你。如果你喜欢，我送你一条。行，这看起来就很贵重，我不能要。不过你眼光真好，等会儿吃完饭，你帮我选一条便宜点的，好不好？好，没问题。这款项链和你的气质超配，哇，真的！还有这条裙子，你看，这款包很实用，而且款式也好看，那就选这3样。好呀，冲啊！投篮赢大奖！好耶，进了耶！看我赛车技术，抓娃娃喽！3、2、1，哇，抓到了！和5年前的案子一模一样。队长，什么是小丑案？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？别多问，赶紧勘察现场，保护好能量残留，不许破坏任何线索。对，抓紧设备开始动作，现场重新进入高压勘察节奏，凝重情绪，骤然压实。建设巷小院发现一具女尸，死者嘴巴被涂成了小丑样。我现在把现场照片发给你，发过来，我马上看。你的枪械精准度真是几十年难遇，3阶武者能做到100米移动靶全中10环，整个江城武盟也就你一个了。让我找个野外场地，带你试试改装后的能量步枪，保证合你心意。多谢张哥抬举。知道了，我马上过去。事要紧，快去，有需要随时联系我。还以是用投烟手法。这个死者刚毕业，无业无收入，怎么能租得起那套房子？房主到底是什么人？长风衣男，黑衣短发男。我们查到了，房主已婚，有一个女儿，经营着几家连锁餐厅。这么看来，李小文很可能是陈训晨的情妇，不然以他的条件，根本租不起这里的房子。核能量检测已经完成，死者的死亡时间大概是昨天中午1点，致命伤是脖子上的锐器割伤，伤口处有明显的3阶武者能量残留，凶器应该是2通兵器。和5年前的悬案手法一模一样，一刀割喉，伤口处也有类似能量残留。5年前的案子到底是什么情况，能让你这么忌惮？凶手应该是成年男性，实力在3阶及以上。安排队员拷贝巷口及周边的监控，尤其是有过案底或者能量波动异常的人。顾总，谢前辈，您怎么来了？我听说当年的那个恶魔又出现了。这位先生，请止步！此处是义武凶案现场，非管控局人员禁。李，这是眼镜长一男前辈，咱们管控局前执法队队长，也是陆队的恩师，当年青阳城义武秩序的守护者之一。抱歉，是我眼拙，不知是您，还请恕罪。王，你们各司其职就好。
你想做什么？可否借一步说话，单独叙叙旧？继续勘察现场，重点检测残留灵能属性。隔离带。是队长。检测到灵能残留。短发青年，我刚才在巷口感受到的灵能波动，和5年前小普差重出江湖了。没错，恩师，是死者用特制的灵藻笑脸。更关键的是，和5年前那起案子手法一模一样，连灵能残留的询问区都完全吻合。都怪我5年前没能抓住他，让他逍遥了这么久。这5年来，我从来没有停止过追查。那凶徒心思缜密，灵能操控精准，而且极度残忍，是有目的的猎杀。一定要保护好自己，还有身边的人。我不想再看到当年的悲剧重演，不想再失去任何一个部下。您别自责，当年的事不能全怪你，主动盯上你。盯上我才好，我巴得他来找我，这样就能亲手将他绳之以法，了却这5年的心愿。压着的事比岁月更催人老。5年前的遗憾就交给你了，一定要结束这一切，还那些死者一个公道。您放心，我定不辱使命。碎发少年，高马尾眼镜女，这是5年前小丑凶徒的悬案卷宗。我准备申请并案调查，现在要去监理局开会。你们先熟悉一下卷宗内容。好，队长，你放心去开会，我们一定仔细查看。辛苦你们了，有任何发现，立刻给我传讯。5年前4月26日，第一起案件，私厨科技灵能学己以拜访为由敲门闯入，用灵能压制住死者后，以灵能刃割喉。作案后清理了现场所有灵能痕迹，特意选择了灵能监控盲区，极其谨慎。这个凶徒太小心了，连一点多余的灵能残留都没留下。当年的执法者们查起来肯定很困难。第2起，6月20日，死者张瑶，灵能学徒己，在出租屋门口遇害，因为居住在老城区灵能监控薄弱区，被凶手当场斩伤说。我记得这件事，当年学院里好多义务学员都不敢单独出门，管控局还专门派了人在学院周边巡逻了很久。我大概摸清了凶手的规律：第一，他心思极度谨慎缜密；第二，专门挑选灵能监控薄弱、人员稀少的区域作案，低头规避可能存在的灵能探测，出手狠辣，直奔主题，不拖沓，都是一招致命。第四，他会用自带的特制灵纹口红在死者嘴角画小丑笑脸，这是他的标志性手法。你看，这里记载，当年第3起案件后，有一处隐蔽的灵偶拍到了一片遮用，拍到了疑心的头用，全别头看不清容貌，只能隐约看到身形。你试试用灵能终端，能不能将这张截图清晰化？或许能找到一些线索。不行，这只是截图，像素太低，而且被凶徒用灵能干扰过。想要清晰化，只有原件才能还原被干扰的画面。好，我现在给陆队传讯，让他开会回来的时候把当年的监控原件带来。背景是当年凶手连续作案，引发整座城义务界恐慌。上级曾派义务专家成立专项调查组，由一位前辈负责，陆队也是当时的核心成员。我还听说，当年第5起案件之后，黑发男前辈就辞职了，调查组也解散了，凶手也彻底销声匿迹了。
这证实了嫌疑人的行动轨迹。传讯记录显示，嫌疑人曾在此地逗留，但前辈在行动中受伤，最终选择辞职。而且你看，这写的费姐都没有记载。这里的老前辈说，当年的李局，也就是现在的城纪华昌，因为这起连环凶案，不管当年有什么隐情，这一次我们一定要抓住凶手，不能再让他继续作恶。放心，我一定会全力配合你。能参与侦破这样的大案，既是挑战，也是荣幸。只要能抓住凶手，再辛苦也值得。5年前的凶徒重现青阳城，再次犯下命案。这件事如果处理不好，不仅会引发恐慌，也会动摇管控局的公信力。这一次，我们没有退路。会议局长放心，我定拼尽全力追查凶手，誓与凶徒斗争到底。有你这句话，我就放心了。我已经同意你的申请，将今天的案子与5年前的连环凶案并案调查。在座的各位队长必须无条件配合黑衣青年的工作，调动各自队里的资源，全力协助追查凶手。有任何违抗，严惩不贷。是，局长。黑衣队长，我2队随时听候你的调遣。无论是灵能探测还是现场排查，我们都全力以赴。多谢各位队长，辛苦大家了。当年的监控元件，你赶紧用灵能终端处理一下，看看能不能清晰化疑犯的身影，找到有用的线索。好的，黑衣队长，我马上处理。你问，当年追捕凶手的行动记录为什么写的那么简单敷衍，很多关键细节都没有记载，这不符合我们管控局的办案规范。这件事是当年的机密，追捕行动我们损失惨重，4名队员牺牲，都是我并肩作战的兄弟。还有我的女朋友，她也是执法队的一员，在那次行动中，为了掩护我，被凶手杀害了。队长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这件事触碰到你的伤心事了。没事，都过去5年了。因为伤亡太大，上级担心引发更大的恐慌，案宗里的行动记录被简化了，那些详细细节都被列为高级机密，单独存档了。陆队，节哀。生之后，意外觉醒了灵能探案系统，能够感知到微弱的灵能痕迹，还能还原部分案发现场的画面。这一次，我绝不会让凶手再逍遥法外，也绝不会让身边的人再受到伤害，一定会抓住他，为牺牲的队员，为冯前辈，也为所有受害者报仇。好样的！有你这句话，我就更有信心了。